作为喜蛋新朋友，有必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刚刚主持人介绍了，在北大读书是靠踢足球体育特长考上。听到这个 title， 朋友会说啊，那你踢球踢得一定很好。我说其实就那样吧，踢球真踢得好能进国家队。他说不对吧，真踢得好不应该能进世界杯吗？我知道进过世界，我也想写中国队进世界杯的段子，哥们儿那年没出生就是。在队里的位置是守门员，大家会对这个位置有很多刻板印象，总觉得我们很闲。朋友跟我说他也想当守门员，理由是这样看球可以不用买票。足球里面存在感最强的是前锋，聊天说到前锋，大家知道，哎 ，C 罗、梅西、内马尔。聊天说到守门员，大家聊天说不到守门员。我身边最知名的守门员是《西红柿首富》里的王多鱼。最好的前锋身价2个亿，最好的守门员身价只有4500万，但守门员守到最好可以瓦解那2个亿。西班牙吭哧瘪肚踢90分钟佛的叫守门员，家人们给你把价格打下来了。守门员真挺重要的，我们在后场得指挥防守，得叫人回来回防，很费嗓子，而且球队防守越差，我们嗓门就越大。我是真见过那种弱队踢球，2个守门员能隔着球场落他5毛钱，也不用动，纯喊。2个人往那一站，跟看大门似的，就球来了，这个不让进，那个不让进，但淘宝闪购可以进。打开淘宝闪购，搜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优惠，我都想跟他们拼了。我也得喊队友防守，但队里有那种大哥，我这个人又有点蔫儿，这会让整个场景变得很尴尬。你得喊得大声，因为球场大，但你又得保持谦卑，因为大哥大。人怎么可能又大声又谦卑？你得喊什么你才皇上吉祥？就是。之前跟一种国家青年队的球员踢过球，脚下技术非常细腻，踢得非常好，一场比赛能进我4个球，也是踢完那场比赛才变成的国家青年队的队员。现在面对我的选手眼里有光了。守门员都想上来2脚，以为是最佳守门员，结果是桃李满天下。但那场比赛我有自己的高光时刻，有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，是哥们整个人飞起来单场扑球，哎呦，我把那张照片，我说哥们真是太帅了，小普罗米修斯。但那球进了。守门员就是这样，同一个动作守住了，一夫当关；没守住，欢迎光临。小时候练球，教练跟我说守门员是球场上最后一道防线，你得守住底线。我说好的，教练。然后他就开始教我用垃圾话干扰前锋，偷偷踩人家的脚后跟儿。当开始叫我吐口水的时候，我说教练，咱们要不先守一下道德的底线？我一直觉得用垃圾话干扰对手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技巧。我现在踢大学生联赛还是得有点素质。像对手现在进攻过来，我往那一站，我说工作找到了吗？保研成功了吗？这招也不能多用，因为用完对手啥事没有，队友给整糊了。但守门员其实是整个队里训练最累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得练射门。我们队30个人得踢300脚，他们踢进我才能下班，一直踢不进。你站在门前，你就开始替他着急。我头一次在门里，我说哥们儿，你们往门里踢呀。干啥呢？老踢不进，踢进了咱们下班了。哎，你们一个人浪费1分钟。好不容易守住了一个很漂亮的球，翻开录像，解说给我来一句：“哎呦，这脚打得真是精彩绝伦，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。”可惜什么？哥们儿不是在拯救球队吗？你搁这可惜上，平时也这么说话吗？病人已经病入膏肓，可惜大夫妙手回春。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巴西队的守门员阿利松，没什么人认识。
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可以治感冒的感觉。上届世界杯巴西队点球大战被淘汰了，大家骂他没守住，我朋友不看球都跟着骂了3个月，很难受。后面我找朋友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骂阿里松？他问我谁是阿里松？也问过那些调侃我的朋友，我说你们有想过足球比赛如果没有守门员会怎么样？他说会很精彩，89比72。但守门员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职业生涯比较长，毕竟能守住底线的人才能留到最后。像世界杯佛得角的守门员，他坚持到40岁才一战成名。我很想活成他那样，虽然希望渺茫，但我相信只要努力，我至少也可以像他那样活到40岁。讲完了，我就喵喵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喵喵。喜欢喵喵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很小众的话题，但在此刻这个时间点又显得异常流行。咱几位都看球吗？平时？我是半个内行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这个我是有球队的人真的是。你去年还踢了，对不对？那海浪明星足球队。我看到那个黄老师的那个，就是小某书上面刷到那个。哎呀，别提了。但凡一加上"明星"2个字，你就知道这个技术就是什么程度了。我经常被人莫名其妙就给放到前锋上去了。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自己能力的问题，后来才知道他们居心叵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人好意思拦你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半场球一下到我脚前面，因为离着球门就很近了，我就往前带的时候，我很明显能感觉对方就是那后卫那几个在后边那个心理动作，我哎呀，这个球可别是我给挡着的。就那个感受，你知道，高情商后防线。对，但是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每次去，这有什么趣儿啊？人家都让着你，那才有趣儿嘛，才有趣儿。成就感，对。我还有个疑问，踢点球的时候啊，就是踢球的人紧张，还是守门的人紧张？其实是踢球的人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球他能进，就是不进是得挨骂的。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觉得守门员这球就是肯定扑不出来，扑出来咱算咱赚的，就是。你说从心态上来讲，但踢的当时那一刻呢？那其实踢球的人挺轻松的，那门真挺大的，7.32米呢，我们往那一站就。我们俩是真球迷。是我俩还是同单都是满场的。对。哎，我就特想问您这问题，那您是地起根就是当门将吗？我其实从小就当守门员了，主要我也觉得闲，就是就是奔摸鱼去。但是门将很厉害的很多，你像我们这曼城之前的埃德森、多纳鲁马，对，还包括什么卡西利亚斯啊，然后以前的卡恩、布冯、佛得角、沃西尼亚啊。哇，这真球迷啊，这是就是你看这些就是很厉害的守门员，还是会被我们记住的。对，就是对于球迷来说。但我觉得你很厉害的是，其实你这一篇稿子，不是球迷也能听明白。对，还是想取一个脱口秀跟足球的最大公因数，就是。最大吧，就是想找一个最大的。体育生是这样的，抱歉，就是体育生是这样的，理解一下。咱不能说出来那种有文化的，就说自己是北大的。说到这儿，你就改体育生了。这，下次我请你去我们那个海浪明星足球队，你去踢2场。谢谢黄老师。回来作品就把它润圆了，你知道？来着了，给他们全堵住了。要不然我去守门，我去行。这个确实很细、很窄的一个切口。然后我听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最喜欢的里边那个段子就是。守门员的视角跟大家的视角有时候会不一样，说解说说这个球，哎呀，前锋多么精彩，可惜守门员发挥神勇。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写出来一些大家平时没有看到的视角，就是全世界可能100个人里90个人都觉得可惜，但其实有10个为守门员喝彩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是脱口秀能跟这些小话题连接上最有意思的地方。谢谢喵喵。爱情